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。最近有非常多的观众来问我，极速者的闪电颜色是否能够判断其本身的速度？我知道你们一定是看了网上的那个视频，说什么极速者用颜色从高到低被分为多少个等级。那么今天我就来针对这个问题，来告诉大家，用颜色来判断极速者的快慢是一件多么幼稚的事情。首先，那个视频的内容出处并非原创，而是摘抄了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一位国外网友 Steven is awesome 向画师 Brett Booth 用推特提问不同的极速者的闪电颜色意味着什么的文章。所以 Brett Booth 的回答就成了这次风暴的导火线。Brett Booth 是一位 DC 的画师，新52的未来闪电侠和逆闪的篇章都是出自他的笔下。而现在在画 Rebirth 的泰坦，他在推特中回答道，越接近光速，颜色就会改变，红色最慢，蓝色靛蓝最快。然后在他的回答中提到了 Blue Shift 现象，且来自真实的理论。我来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科学理论。这个 Blue Shift 来自多普勒效应，以下是其公式： F 撇是我们看到的光的频率，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。F 为发射源于介质中的原始发射频率，也就是极速者的闪电在空气中的频率，这个是不变的。V 为光线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，这个也是不变的。V0 为观察者的移动速度，也就是我们的速度，为0。Vs 为发射源的移动速度，也就是极速者的移动速度，越接近我们则为负号，反之则为正号。那么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如果极速者背着我们跑，距离我们越远，波纹越长， F 撇的频率越小，颜色就越红，即红移现象 Red Shift。 反之朝着我们跑， F 撇的频率越大，波纹越小，颜色就越蓝，即蓝移 Blue Shift。 但要注意的是，不是速度越快就越蓝，也不是速度越慢就越红。其实这个理论更大的取决于极速者和观察者的相对运动，跟速度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理论是被画师断章取义了。好，如果你们说漫画是虚构的，只是参考现实，那么我们就讲回漫画。在 DC Rebirth 被 Barry 拉出神速力的 Wally 一开始穿的是闪电小子的衣服，黄色的闪电，但在告别 Barry 后，自己换了一套新的红色衣服。请仔细看这张图，闪电的颜色随着服装的变化了。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，Wally 本身有任何的变化吗？答案是没有。还有 Brett 还说过一句非常夸张的话，他说 Barry Allen 创造神速力的事实只适用于过去而非现在，而说这句话的时间是2017年4月16号的推文。然而在同年的3月15号，也就是1个月前，正义联盟 Rebirth 第17刊中， Barry Allen 亲口说了神速力被创造于自己被击中的当天。甚至在更加遥远的2016年的9月21号正义联盟 Rebirth 第5刊中， Barry 也说了同样的话。同时 Brett 提到过，白色的闪电是所有颜色的总和，但又在回复粉丝的提问时，对自己创造的未来闪电侠的颜色有时说是白色，有时又说是蓝色，说法并不统一，模棱两可。所以可以猜测画师 Brett 本身对漫画的了解也是有待探讨的。还有一位粉丝问 Brett， 闪电的颜色能够说明神速力的关系吗？ Brett 自己也说了，这些都并非官方的设定。我相信这个答案就已经能够说明这一切了。最后我们再说说电视剧，这个就更好说了。红色闪电的逆闪玩虐了 Barry 整季，第2季季中 Barry 跑回去直接打趴逆闪，而极速嗑了药才是所谓的蓝色。最后 Barry 跑了趟神速力回来，就能够教极速如何做人。从头到尾 Barry 的颜色都没有变过。更加明显就第3季21集，萨维塔版本的 Barry 在脱离盔甲之后，他的闪电是黄色的，但他再次穿上蓝光的铠甲，他的闪电就变成了蓝色。这还用我多说吗？说到这里，我相信你们一定心里有数了。那么最后我再总结一下， DC 的画师仅仅是画师，剧本不是他写的，设定也不是他想改就改的，他画出来的已经刊登的作品能够代表 DC。 我承认我个人看过的所有美漫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 Brett Booth 的作品，但画师也是人，他也未必知晓全部，看过所有的漫画，同样会犯错。所以他说的话以及漫画中根本没有提到的设定是不能够代表 DC 的。请不要把 DC 的名号加在自己随便脑补出来的梗和设定上面，更不要随便相信短短的几句话就能够定义拥有77年历史的闪电侠。所以我想请求各位观众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将这个视频传播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
请不要用颜色来判断结束者的快慢，更不要给他们分可笑的等级。那么我是 BA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